激发斗志是由美国作家丹尼尔·平克 （Daniel Pink） 撰写的一本畅销书。书中主要讨论了人们动机的本质，强调了在当今社会中，传统的激励方法可能已经过时，而新的理念更能激发人们的内在动力。以下是书中的一些重点观点。三大驱动力。平克提出了三大驱动力，它们是自主 （autonomy）、成长 （mastery）、目的 （purpose）。这三个因素被认为是人们内在动机的主要来源。自主 （autonomy）。平克认为，给予个体更多的自主权，让他们有更多的掌控权和决策权，能够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。成长 （mastery）。追求技能的提高和个人成长对于激发动力至关重要。人们渴望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，追求专业上的精通。目的 （purpose）。平克认为，超越金钱和奖励的目标，追求有意义的事业和对社会有贡献的工作，能够激发人们更强烈的动力。经济奖励的限制。书中对经济奖励在激发创造性和复杂任务上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。平克指出，对于一些简单的、机械性的任务，奖励可能是有效的激励手段，但对于需要创造力和高级思维的任务，经济奖励的效果可能相对较弱。任务的复杂性和创造力。平克认为，对于需要创造力复杂思维的任务，外部奖励并不是唯一的动力。相反，个体在这些任务中的表现更依赖于内在动机，而非外部奖励。20%时间规则。书中提到了一些知名企业在激发创造性和创新方面的实践，其中包括20%时间规则。这个规则允许员工在工作时间的20%用于追求他们个人认为重要的项目，这被认为是一种激发创新和创造力的方式。自主团队和自由管理。平克强调了自主团队和自由管理的重要性，给予团队更多的自主权，让员工参与决策和规划，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动力和创造力。总的来说，这本书通过对心理学、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，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，即人们在追求动机时更注重自主、成长和目的，而不仅仅是外部奖励和惩罚。这对于领导者、管理者和个人都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实践的启示。当谈到激发斗志中的三大驱动力时，丹尼尔·平克着重强调了自主 （autonomy）、成长 （mastery）、目的 （purpose） 这三个因素在激发人们内在动机和提高工作满意度方面的重要性。自主 （autonomy）。自主是指个体在工作中拥有更多的掌控权和决策权。平克认为，给予员工更多的自主权能够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，使其更有动力去追求目标。自主性的工作环境让员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工作方式、工作时间和工作方法，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满意度。这种自主性也有助于激发创造性和创新能力，因为个体有更多的空间去尝试新的方法和思考方式。成长 （mastery）。成长指的是追求技能的提高和个人成长。平克认为，人们天生渴望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，追求专业上的精通，提供给员工学习和成长的机会，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技能，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满意度，还能够激发他们更大的动力。成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而不仅仅是达到一定水平后的稳定状态。通过不断挑战和提升，员工能够在工作中找到更大的满足感。目的 （purpose）。
目的是指超越金钱和奖励的目标，追求有意义的事业和对社会有贡献的工作。平克认为，对于许多人来说，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谋生，更是为了在大局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，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目标，提供给员工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，让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工作对组织、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，可以激发他们更强烈的内在动力。这种对目的的追求也与个体的价值观和信仰密切相关，能够在工作中找到更深层次的满足感。总体而言，平克认为这三大驱动力是构建一种积极、富有活力的工作环境的关键元素，能够使员工更加投入、满意，并在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潜力。他强调，这些因素不仅仅适用于个体层面，也对组织的管理和领导层面具有指导意义。在激发斗志中，丹尼尔·平克通过对经济奖励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，即经济奖励在激发创造性和复杂任务上存在一定的限制。以下是该观点的详细描述：简单任务 vs 复杂任务。平克指出，对于一些简单、机械性的任务，经济奖励可能是有效的激励手段。这类任务通常需要机械性的执行，而奖励可以作为一种外部刺激，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完成任务。然而，对于那些需要创造性和高级思维的复杂任务，经济奖励的效果可能相对较弱。创造性任务的困境。平克在书中讨论了经济奖励对创造性任务的困境。他指出，当个体从事需要创造力的任务时，外部奖励有时反而会对内在动机产生负面影响。过多的经济奖励可能导致人们过于关注奖励本身，而忽视了任务的本身趣味和挑战性，从而减弱了他们的创造性表现。奖励与任务本身的关系。平克认为，奖励和任务之间的关系很重要。当任务本身被认为是有趣、有挑战性且有意义的时候，人们更有可能因为任务本身而产生内在动机。而当奖励成为主要的驱动力时，个体可能会失去对任务本身的兴趣，导致工作质量下降。外部奖励的局限性。书中还提到了一些研究，表明在某些情境下，外部奖励对于提高绩效的效果并不稳定，特别是对于需要高度专注和深度思考的任务，外部奖励的影响可能会有所削弱。自我决定理论。平克引用了自我决定理论，强调了内在动机对于个体行为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个体在追求任务时更关注自身的兴趣、成就感和认同感，而不仅仅是外部奖励。总体而言，平克并非完全否定经济奖励的作用，而是强调在一些情境下，特别是在设计创造性和复杂任务时，需要更多的关注个体的内在动机，而不仅仅依赖外部奖励。他提倡在工作设计中更注重给予员工自主性、成长机会和明确的目标，以更全面地激发他们的斗志。在激发斗志中，丹尼尔·平克着重强调了任务的复杂性对于创造力和内在动机的影响。以下是该观点的详细描述：简单任务 vs 复杂任务。平克首先区分了简单任务和复杂任务。简单任务通常是机械性的，不需要太多思考的，如重复性的劳动，而复杂任务则涉及到更高层次的思维和创造性的要素，要求员工更深入的思考和解决问题。创造性与内在动机的关系。平克认为，对于简单任务，外部奖励可能是有效的激励手段，
因为这类任务通常需要执行而非创造。然而，对于创造性任务，内在动机更为关键。创造性任务需要更多的思考、灵感和个体的主观投入，因此，强调内在动机对于激发创造性表现更为重要。奖励对创造性的负面影响。平克指出，在涉及到创造性的任务时，外部奖励有时会对内在动机产生负面影响。他引用了一些研究，指出当个体感知到任务有一定程度的创造性和挑战性时，过多关注奖励可能导致创造性思维的抑制。这是因为创造性工作更依赖于个体的兴趣、好奇心和内在的动力。创造性工作的特征。书中详细描述了创造性工作的一些特征，如需要独立思考、灵活应对、解决模糊问题等。这些特征决定了在创造性工作中，内在动机更为关键，而且外部奖励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。内在动机的源泉。平克提到，内在动机的源泉包括对任务的兴趣、自我挑战和对成就的追求。当个体在任务中找到这些内在动机的源泉时，他们更有可能表现出高水平的创造性和工作动力。总体而言，平克的观点是，创造性工作对于内在动机的依赖较大，而外部奖励可能在这种情境下产生限制性作用。这对于组织和管理者来说，意味着在涉及到创造性任务的工作设计中，需要更多的考虑如何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，提供有意义的工作，而不仅仅依赖于经济奖励或外部刺激。在激发斗志中，丹尼尔·平克提到了一些知名企业在激发创造性和创新方面采用的实践之一，即 20% 时间规则 20% Time Rule。 概念起源。 20% 时间规则最初由谷歌 Google 引入，并成为该公司文化的一部分。该规则允许员工将工作时间的 20% 用于追求他们个人认为重要的项目，而不受常规工作任务的限制，自由探索和创新。这一规则的目的在于鼓励员工进行自由探索和创新。在这个时间段内，员工可以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项目，无论是与他们当前工作职责相关还是不相关。这种自由度可以激发员工的创造性思维和对新想法的探索。成功案例。平克在书中提到了一些通过 20% 时间规则取得成功的案例，例如谷歌的一些重要产品和功能，如 Gmail 和 Google News， 就是由员工在这个自由时间内构思和开发出来的。这表明给予员工更多的自主权和时间，有助于促使创新和创造性的发生。跨行业应用。20% 时间规则并不仅仅局限于科技行业，其他一些公司也尝试采用类似的方法，给予员工一定的自由度来追求个人兴趣和项目。这种实践在激发创造力和推动创新方面具有普适性，不仅限于特定类型的组织。管理者的支持。20% 时间规则的成功实施需要管理者的支持和鼓励，领导层需要理解这种创新文化的重要性，并为员工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，以确保这个时间段得以充分利用。总体来说，20% 时间规则代表一种以员工自主性和创新为核心的管理理念。这种做法有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，提高员工满意度，同时也为公司带来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创新成果。这个规则的成功实施要求组织具备一种开放和鼓励实验的文化，以及领导层对员工创造性活动的支持。在激发斗志中，丹尼尔·平克强调了自主团队和自由管理的概念，
将其视为激发员工斗志和提高工作动力的一种关键方式。以下是这一观点的详细描述。自主团队的概念。自主团队是指拥有更多自主权和决策权的工作小组。这种模式下，团队成员不仅仅是按照领导者的指示执行任务，而是参与决策，能够对团队的目标、工作流程和任务分配进行更多的自主决策。领导者的角色转变。在自主团队的模式下，领导者的角色发生了转变，不再是传统的指挥者，而更像是团队的教练和支持者。领导者的任务是为团队提供资源、指导和支持，而非简单地下达指令。自由管理的实践。自由管理是指提供更大的自由度，让员工更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方式，这包括工作时间的自由、远程工作的支持，以及更加弹性的工作环境。这样的管理方式旨在提高员工的满意度、工作效率和创造性。工作时间的自主性。自由管理模式下，员工可能拥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间，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需求进行安排。这种自主性有助于提高工作的适应性和员工的工作满意度。团队的目标和目的。自主团队通常更注重共同的目标和目的，而不仅仅是完成独立的任务。这种共同的目标有助于激发团队成员的合作精神，增强团队的凝聚力，提高员工投入感。自主团队和自由管理的实践能够提高员工的投入感。当员工感到他们对工作有更大的掌控权和决策权时，他们更有可能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心力，追求更高水平的绩效。总的来说，自主团队和自由管理代表了一种更灵活、开放的管理模式，强调员工的自主性和参与度。这种模式下，员工更有可能体验到工作的意义，从而激发斗志，提高工作动力。同时，这也要求组织和领导层对于团队的信任和支持，以及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指导。